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们这一课讲酶的活性调节。大家都知道，生物化学反应和化学反应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与化学反应相比，生物反应主要是通过生物催化剂酶的作用催化进行的。酶学反应受到非常精细的调控，我们可以设想，在同一个细胞里同时发生的难以计数的生化反应。这些反应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受抑制，都在严格而精细的调节和控制之下发生。那么生物体是如何做到对生化反应的精准调节呢？这一次课我们将介绍几种常见的生物体内的代谢反应调节方式，包括酶原激活、别构酶、同工酶、修饰酶4种主要的调节。首先，我们来学习酶原的激活调节。生物体在生成和分泌酶的时候，刚开始酶通常是没有活力的。当酶分子被打断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肽键，其构象发生一定的变化后，才表现出活性。这一过程称为酶原激活。我们以胰蛋白酶原的激活为例，再从蛋端水解下一个六肽之后，胰蛋白酶的活性部位形成和暴露出来，形成了有活力的胰蛋白酶。酶原的激活过程，一方面保护了分泌酶原的组织不被自身分泌的酶所破坏，同时也是机体调控酶活力的一种方式。第二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代谢调节的方式，称为别构酶调节。与非别构酶相比，别构酶的活性中心外还有一个或几个调节部位可以与特异性分子非共价的结合，导致其活性的改变。与酶调节部位结合的特异性分子称为效应剂或调节物。我们通过这张图片来介绍别构酶的调控方式。别构酶由催化部位和调节部位两部分构成，分子左侧为催化部位，分子右侧为调节部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酶分子的初始结构状态与底物和效应物分子之间并不是高的亲和状态。当正调节物与酶分子结合之后，别构酶分子的构象随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酶与底物分子之间的结合能力上升，进而反应增强。当底物分子本身充当正效应物时，别构酶的底物浓度与反应速度之间的动力学曲线表现为 S 型曲线。大家都知道，非别构酶的动力学曲线为双曲线，二者相比，别构酶表现出对底物浓度非常敏感的响应关系。当底物浓度低时，酶的反应能力低，而当底物浓度升高到一定值之后，酶的反应能力迅速上升，就像打开了一个分子开关一样，代谢反应迅速的发生。那么，我们根据效应物分子对别构酶的作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正协同效应，具有这种效应的物质为正调节物，也叫变构激活剂，增加反应速度，多为别构酶的底物。另一种为负协同效应，也叫变构抑制剂，具有这种效应的物质为负调节物，降低反应速度，常为系列反应的代谢的中产物。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调节物是否为底物，将调节物对酶的调节分为同促效应和异促效应两种。同促效应的调节物分子是底物，酶分子有2个或以上的底物结合中心，其调节作用取决于调节中心是否被底物调节物结合。而异促效应调节物是非底物分子。下面我们介绍一个天多氨酸转氨钾酰酶的例子。天多氨酸转氨钾酰酶由12条多肽链构成，包括6个催化亚基、
6个调节亚基。催化亚基可以和底物氨甲酰磷酸、天多氨酸结合，而调节亚基除了可以和底物结合之外，还可以和 ATP、CTP 相结合。天多氨酸转氨甲酰酶催化的反应位于系列反应的第2步，是将氨甲酰磷酸和天多氨酸合成为氨甲酰天多氨酸的反应。下面我们分类介绍这个酶的调控机制。首先，天多氨酸转氨甲酰酶受到底物分子的同促正协同调节。从动力学曲线的图上可以看出，当底物存在时，酶促反应曲线表现为 S 型。ATP 作为酶的异促正协同调节物， ATP 的存在可以使曲线左移，加速反应。CTP 作为酶的异促负协同调节物，可以使曲线右移，降低反应速度。当酶分子完全处于激活状态时，表现为双曲线的特征。请大家注意，异促正协同调节物通常为系列反应的初始反应物，而异促负协同调节物通常为系列反应的中产物。那么，为什么别构酶的调节方式如此特殊呢？对于生物体而言，这种通过初始反应物和中产物调控反应的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意义。首先，在别构酶的 S 型曲线中，底物浓度稍有升高，则酶的活性迅速上升，使得酶对底物浓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可以快速调节细胞内代谢物的浓度和代谢反应的速度。副调节物常是代谢途径的中产物，别构酶通常处于代谢通路的开端。当中产物累积之后，通过反馈的抑制，可以及早的抑制代谢通路，减少不必要的底物消耗。酶的第3种调控方式称为同工酶调节。在生物体中，催化相同的化学反应，而酶蛋白的分子结构、理化性质乃至免疫学性质各不相同的一组酶称为同工酶。不同的酶分别受到不同反应物或产物的调节，如下图中氨基酸合成通路中的几种同工酶就分别受到几种不同产物的调节。第4种酶的活性调控方式称为共价修饰调节，它可在其他酶的作用下将其结构进行共价修饰，使酶活性发生改变。共价修饰的方式有磷酸化、腺苷酸化、尿苷酸化、ADP 核糖基化和甲基化等。比方说糖原磷酸化酶，在糖原磷酸化酶激酶和蛋白磷酸水解酶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磷酸化修饰与去磷酸化修饰的过程，从而影响酶的活力。总而言之，生命代谢反应复杂而精细，酶的活性调控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我们还在后面继续讲到代谢反应的其他调控方式。谢谢大家。